太离谱了！台湾的一个新兵营长给底下的草莓兵放抗日电影《800》，激发血性。结果呢，台湾高层被吓得连夜给营长记了2个大过，痛批他价值观扭曲。4月27号，岛内那帮政客们又给咱们整了一出闹剧啊！今天呢，咱就扒一扒这出闹剧。当过兵的朋友都知道，这新兵营里的日子那是相当的枯燥乏味啊。这帮被岛内戏称为草莓兵的年轻人天天出操打卡，累得像狗，精神世界那是一片荒芜。这个时候这位153的营长，他一看底下的弟兄们天天是没精打采的，这要真打起仗来，这帮软脚虾能顶啥用呢？于是乎，营长在营区搞了个露天电影放映会，选定了一部咱们大陆前几年拍的战争片《800》，就是那部讲1937年淞沪会战的最后阶段，谢晋元团长率领800壮士死守上海4行仓库的电影。咱们摸着良心说在军营里放这部电影是不是再合适不过了？结果呢，出大事了呀！这部原本用来激发军人血性的抗战神作，在民进党眼里感觉天都要塌了。没过几天这个事儿呢就被捅到了台立法机构，民进党王定宇跳出来了。这王定宇在质询台上那是演技大爆发呀！只见他痛心疾首，捶胸顿足，仿佛天都要塌下来了。他对着麦克风一顿狂喷。哎呀，我的老天爷呀，太可怕了！我们金6结营区的部队里，居然有人在公然播放中共的统战电影，这是什么行为啊？这是把敌人引狼入室呀！我们的心理防线已经荡然无存了，台湾危矣！不仅如此王定宇还为了把这个营长往死里整，居然还憋出了一个让人笑掉大牙的借口。他说，这营长不仅搞统战，他还播放盗版电影，这简直是无法无天，目无法纪。各位，你们听听这叫人话吗？咱先不说你那个租房绯闻的事儿还没擦干净呢就在这装什么大尾巴狼。咱们就单说这800，什么叫中共的统战电影？800里演的是谁演的是国民革命军第88师，那可是当年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电影里升起的旗子是啥旗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电影里唱的歌是啥？那是当时的军歌这部电影从头到尾讲的都是你台湾所谓的国军，你们当年的老祖宗是怎么在大陆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这大陆花了大价钱拍了一部电影去歌颂你们的前辈，结果你王定宇跑出来说这是统战。怎么着咱们大陆统战你们什么啦？统战你们去抗日啦？统战你们去爱国？再说了就算你找茬，你找个好点理由行不行播放盗版电影，一个民意代表拿抓盗版碟的借口去整个营长，你这个立法机构干脆改名叫扫黄打非办得了。其实这个王定宇为什么非要盯上这个营区这里面有个恶心人的背景。之前这个营区有个连长骂了一个台日混血的新兵，王定宇当时就跟踩了一把的狗一样跳出来疯狂的调查，说这是公然侮辱。结果查着查着没有抓到骂人的把柄倒是揪出了营长放800这个事儿。要是只有王定宇这种跳梁小耍在那边狂吠也就罢了，更让人三观尽毁的是台军高层那群软骨头的表现。本来嘛，你说面对这种无理取闹的指责，只要是个有点血性的军人只要是个含人祖宗的将领，就应该拍着桌子怼回去老子放自己祖宗抗日的电影有错吗？你少在这扣帽子。可是台湾这帮高官是咋干的他们直接来了个光速滑跪台陆军参谋长陈建义被叫去问话的时候吓得腿肚子都转筋了为了甩锅他说，哎呀，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这个营长可能是看电影的时候看到了里面出现了相关的旗帜和歌曲产生了错误认识，导致他的价值观判断错误，我们已经对他进行了严肃的处理，记了2次申诫处分。哎呦喂，什么叫看到了旗帜产生了错误认识？电影里那面4行仓库楼顶升起了旗子，不就是你们台湾县那面旗子吗？你们现在的军帽上难道顶着的不是那面旗子的标志吗？合着你们天天对着一面旗子敬礼，结果在电影里看到这面旗子抗击日寇你们就价值观错误了。你的意思是你们的祖宗在那面旗子下抗日是错误的？更觉得还在后面就是那个刚上任不久的顾立雄也在旁边大言不惭地说，
对对对，我们以后一定会加强台军人员的精神和法治教育，坚决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加强什么精神教育啊？是加强如何遗忘祖宗的教育，还是加强如何一听到大陆2个字就尿裤子的教育啊？这帮长官啊，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为了迎合民进党的政治正确，硬是把一个想搞爱国教育的营长给扮成了一个价值观扭曲的罪人。你说这得是多严重的脑血栓才能干出这种数典忘祖的烂事啊？常言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进党这波操作实在是太反人类了，直接在岛内炸开了锅。只要这个脑子还没有被绿营的认知作战给洗成浆糊的正常人全站出来开骂了。台北市议员侯汉廷，这小子战斗力那可是相当爆表，直接在网上发了篇长文，火力全开。侯汉廷直接开大招，800被举报成统战电影，顾立雄这帮人还认怂，这充分说明民进党上下已经到了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连自己祖宗都不认的地步。他质问的好啊，如果只要是大陆派的就算是统战，那你们民进党有种别看《甄嬛传》呀，有种把所有大陆派的古装剧、仙侠剧全禁了呀。为什么你们天在家里偷偷看《繁花》或者稀里哗啦的，部队里看个抗日片就要受处分了？最打脸的是啥呢？侯汉廷一针见血的指出，这几年关于你们台军官方历史的题材，关于国民党抗战的题材，你们台湾本土有拍过哪怕一部电影吗？没有，完全绝迹了呀！你们自己不纪念自己的先烈，把历史全给抹杀了。现在大陆帮你们拍了，帮你们留住这段历史，你们反倒骂人家是统战。侯汉廷最后掷地有声的说，这个营长没有错，错是这群忘祖背宗的分裂分子，他们是连800壮士都不认的民族败类。国民党那边的民意代表也实在看不下去了，跟着开炮。照王定宇这个逻辑只要给大陆沾点边的就算是统战，那你干脆把全台湾的关公庙、妈祖庙全砸了得了，那个都是从大陆传过来的统战工具啊。民众党的人呢也出来打圆场，说这个事简直就是小题大做，纯属没事找事儿。整个岛内的舆论场因为一部电影被撕裂成了2半，一半呢是觉得跳脚的分裂分子，另外一半是觉得丢人丢到家的台湾民众。那大伙儿肯定要问了民进党这帮人到底是哪根筋搭错了？为什么对一部抗战电影怕成这个样子？咱们看看岛内网友的评论那可真叫一个一针见血。有台湾网友直接在论坛上贴出了历史资料，冷嘲热讽的说，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50年前咱们台湾就拍过一部电影叫《800壮士》，林青霞演的女童军杨惠敏顶着炮火游过苏州河去送国旗，那个剧情跟现在这部800一模一样。当年呢叫爱国神作，现在换大陆拍了就叫统战。请问被统战到什么啦？还有网友更加灵魂拷问那个台北的忠烈祠里现在还正儿八经的供奉着谢晋元将军的牌位呢，蔡英文赖清德每年还得去拜一拜呢，合着你们去拜牌位就是合法的，底下的士兵看个电影就要被记大过，你们干脆把忠烈祠炸得了。更搞笑的回旋镖来了，有网友翻出了旧账，这帮政客装什么瞎子呀？去年就是这部所谓的统战电影800，人家可是堂而皇之在台湾的桃园电影节上上映过的，而且当时卖票负责审核的正是你们台当局的文化主管部门。怎么着，自己卖票赚票房的时候不说统战，现在拿来整顿军队就成统战了，合着你们的文化部是大陆潜伏过去的卧底呗？绝了真是绝了自己打自己的脸打的是啪啪响不过在所有的评论里有一条最一针见血，直接扒光了民进党那点扭曲阴暗的心理。那个网友是这么说的大家别猜了民进党为什么对800气急败坏因为那些所谓的青鸟和绿营政客骨子里都是精神日本人，他们把日本当成了自己的爸爸。你看这部电影里面呢全是中国人抗日的镜头，这帮不孝子孙看到电影里大日本皇军被揍得落花流水，这感觉简直就跟杀他们自己一样心疼你让他们看这种电影，这以后还怎么跟日本主子去搞台日友好这才是这出荒唐闹剧最核心、最恶心、最黑暗的真相。什么是统战？那都是借口他们真正在乎的是电影里倒下的侵华日军，那是他们精神上的干爹
哎，你们想想那个质询的王定宇，他之前为了一个台湾混日本血统的新兵被骂，能发动全网肉搜。现在看到一部抗日的电影，他能不痛心疾首吗？他能不觉得心战防线荡然无存吗？因为他的心战防线就是建立在对日本的摇尾乞怜上的呀。其实这个事儿说到最后我真的是觉得又可笑又可悲。可笑的是，民进党这帮政客就像是一群在泥潭里打滚的小丑，他们以为捂住士兵的眼睛，捂住历史的耳朵，就能把台湾变成一个没有记忆、没有根的浮萍。他们连高德地图这种导航软件都要封杀，结果越封杀人家高德在台湾下载榜上冲得越高。这一次他们疯狂炒作800，我估计这部电影马上就要成为台湾全网搜索量第1的神作了。感谢民进党的免费宣发呀！可悲的是那些身在台军营区里的普通士兵和基层军官他们拿着可怜的军饷在高温下出操，长官告诉他们要保卫台湾，可是当他们想要去寻找军人的信仰，想要去回顾自己军队光荣的历史时，却发现上面坐着那些政客长官不仅不认祖宗，还在向曾经的侵略者谄媚那个放电影的营长被记了2次申诫，这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处罚这是在给整个台军释放了一个信号，在这支军队里爱国是有罪的，抗日是有罪的，铭记祖宗是有罪的。这样的一支军队，它还有什么灵魂可言它有什么战斗力可言？真到了地动山摇那一刻指望这帮只知道看日本干点眼色只会给士兵洗脑的绿营政客去抵抗，拉倒吧！我估计到那个时候跑得最快的，最先举白旗的，绝对就是这帮连自己祖宗都忘了是谁的软骨头。至于那个受委屈的营长，你真没错，这倒霉兵不当也罢。